什么叫一败胡言？说老王，难道他们没有救人吗？他们有救，但是呢，我一会儿告诉你们真相嘛啊，这就叫贵族老爷不懂夜的黑。下一段啊，就是这讲述者他也不是故意的，李同志啊，咱们这个李老干部他也不同意，他是贵族吧，他是重庆国企的龙骑兵贵族，他不知道赞米亚的黑，这架飞机调到赞米亚山区了，调到塞德克巴莱的地盘了，嘿嘿。他是日军，他咋不知道啊？他以为他们哭了啊？好吧，那我们接着讲啊，接着讲，我一会儿告诉你们啊。他说我就是本人李先生和王刚啊，单位有个叫王刚的啊，我和王刚我们两个一起出差去北京。我们厂当时在北京国防科工委有一个科研项目是绝密项目，为了给北京的中央首长提供汇报研制的情况啊，当然大概其也能猜到他是哪个单位的啊。重庆地区的这个需要去北京给中央领导汇报科研状态的企业啊，要搞一部录像啊，资料必须亲自送往北京啊，再带回去，还要从北京再带回去。工厂本来派王刚一个人去，厂长批飞机往返。结果不知道那天晚上厂长做了什么噩梦，记住第一个重点来了啊！厂长本来是多次这种情况就是坐飞机往返啊，已经批完了，忽然厂长改变主意，第二天变卦，让王刚坐火车去，坐卧铺去，但坐火车必须2人同行，于是喊到了我啊，喊到了李先生。为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我看你们接不接中国地气儿？为什么坐飞机可以王刚一个人去，而坐火车必须2个人同行？你们想想，1988年重庆开往火车，北京的火车没有动车的啊，那是要过夜的。你们知道是啥意思吗？XERO 啊，好吧，你猜对了。赞米亚，因为我对火车治安不好，拿幸你也猜对了，偷东西，没错，因为他们怀揣国家机密要件，如果他们一个人坐火车，很可能被人顺了包。你以为葛优、王宝强拍那个《天下无贼》里黎叔那是他妈的艺术创作吗？那是真的，他就给他偷了，那不就坏了吗？那是重大泄密案，所以必须2个人同时去啊，结个伴儿。厂长把我叫去。厂办对我说：“坐飞机危险，万一出了事儿，人死事小，资料带损坏了就糟了。”四川人啊，还嘱咐你们一定要一起去，一起回哦。在北京，你们听老李说这句话，你们听出问题来了吗？厂长说坐飞机危险，万一出了事儿，人死是小事儿，资料带损坏了那就糟喽。还嘱咐你们一定要一起去，一起回，都不正常啊！这种情况多次发生，为什么？厂长也不是一般人，他那个厂 level 很高的，他也有感应啊，他只不过大家都是没有受过老王频道的专业玄学训练，他妈的这种感应放过去了啊！在北京，我们忙活了半个月，晚上无事吹牛。王刚说：“哎呦，坐飞机危险，4%的死亡率，我已经坐过好多次飞机了，下次再坐，说不定我就撞到，哎，不敢再坐了。”哎，这个王刚啊，经常坐飞机。我说：“该死今儿朝天。”不该死今儿朝地，我还没坐过飞机，只要能坐，我死也要坐一回啊！就是这个姓李的，他当时年轻啊，他说我没坐，我只要能坐飞机，我死我也要坐一回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知道那个时候的飞机2000一张票啊，我操，万元户的时代。他说，于是王刚跟他说：“哎，下次来拿单子，我扯把子不来了，那个喊你一个人来。”一个人就可以坐飞机往返了啊！你可以坐啊，所以2个人聊着天，吹着牛，就出现了不吉利的这种迹象。然后我给王刚看手相啊，当然他也不懂啊，他胡诌。哎呦，你龟儿子生命线这儿有颗凶线哦，30到40之间，不死也要脱层皮。哎，他说，哎，对头。上次在桂林哦，
我老子正在录像，我个坦克儿子开过来啊，差一点把我撞死哎！我操！我说哦，过了关就好了嘛，如果没得过啊，还是小心哦。说完了，两个人吹牛逼啊，然后第二天两个人去买火车票，一大早就赶往北京火车站去买火车票啊。那个售票厅里当时是挤满人，没办法，就只好找黄牛代买。哎，这又是故事啊，真实的故事啊。1988年，你就算有钱买火车票，你也得找黄牛，否则的话你不可能买得到。结果他们两个，你这就叫什么？阎王要收你。他们两个买了塑料川渝，塑料重庆话啊。我说的比那个郭什么好一点，那疯狂的石头，他说的还不如我呢。就是那个黄渤他们出名的那个疯狂的石头，那个老郭，那叫什么，在里边演保安的，他说的不如我的。好了，好不容易买到了一张卧铺票，你看看，刚买到窗口售罄，你说寸不寸？两个人出差，找黄牛买票，买一张，这就叫阎王在对你招手。于是啊，我就跟王刚商量，我说啊，咱们再买一张硬座票。哎，卧铺你晚上睡，哎，我白天睡，哎，我们两个换着睡，哎，无非就是一个晚上嘛，好对付喽。我们还可以节约，省下一笔大钱，去买这北京烤鸭，路上吃一吃啊。哎，结果没想到这个王刚啊，就发了神经，说算了啊，反正回去可以保涨，我去买飞机票。哎，这个王刚就是主意就定死了，就非得要去买飞机票，我把他劝也劝不住。我俩走出北京火车站售票大厅，在前门分手。我又一次劝他，不行，咱们就买一张卧铺，买一张硬座票，咱们扛一晚上嘛，换一换了。我一会儿去睡，你一会儿去睡，咱们换一换了。不行，不听。于是王刚一个人乘公交车到东四民航售票处。哎，这一说我就知道他是真的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买飞机票可没有携程啊，没有什么这些东西，我没有什么各公司的航空网站，没有，全部都是去东四长安街的那个民航售票处窗口买，跟买火车票去火车站是一样的。如果他当时王刚带着身份证和介绍信，他走进民航售票处就可以看到票已售完的标牌，他也只能跟我坐火车回重庆。偏偏王刚两个人分手，在前门分手，分开的时候没拿身份证和介绍信，在公交车上发现之后，于是又赶回驻地，就赶到旅馆，就去取介绍信。这一来一回，这就到中午了。说那老王不对呀，你不是说早上起来去，怎么还售罄啊？你听我给你讲。到了这个就到他们住的旅馆啊，那个时候叫宾馆，不叫酒店啊，没有那么豪华。到了宾馆，有一句话已经冒到我的喉咙口来，我还是把它咽回去了。如果那句话冒出来，他有可能会改变主意和我一起去坐火车，但也有可能拉着我再去补飞机票。那么我现在也就成为一个鬼魂，在那山野间游荡，哪能坐下来写这些文字呢？聪明我的观众，读到此，我已经知道他咽下去的那句话是什么了。哎，感应能力之强，我已经能感到。我跟你说，我不认识李先生，我说我是你这句话，他肯定说，我操，你怎么知道？就是这句话。你们猜猜，他说的是他咽下去的那句话是什么话？你们能猜得到吗？哥们儿去民航售票处，没拿身份证介绍信，又回来正好在宾馆俩人吃饭的时候，他又想劝他，那句话咽下去了。然后好良言难劝，该死的鬼。你说的太有意思了，就是这句话。但是他嘴里咽下去的不是好良言难劝的该死鬼，因为他哪知道他要死了？火锅多少钱？不是啊，他要咽下去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他咽下去那话就是来都来了，去，类似于
要活一起活，要死一起死撒。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咱们同生共死，要去一起去，要活一起活，要死一起死撒。这句话他觉得不吉利，他就咽回去。也可能下午吃完饭，他就又去了西四不是去西四，应该是东四又去了东四分手时，我再一次劝他，那句话再一次冒到了我的喉咙口来，我又再一次把它咽下去了。同生共死的这句话又咽下去了。我那时候还不会预感，我只是觉得夺人不好，夺人之好是不好的吧，所以感觉到有点害羞，就咽下去了。而且我当时心里想，坐火车有卧铺也是福报了。想当初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火车一个厕所里边都要挤6、7个人，多么的狼狈。我如今有一个自己的卧铺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这是这个李先生当时的心理。我不知道应该说他运气好，还是说他运气不好。当那天下午他赶到东四民航售票处的时候，他竟然买到了18号的唯一一张飞机票。那天是1月16日，提前3天买到了。买飞机票在东单，你说太对了，因为他是重庆人，他说东四就东四吧，因为东四和东单离得也不远。那个是民航售票处，就是在长安街东单那个位置，东单和王府井之间，我记得是就在那附近咱们这个不重要他写东四，他原文写东，他发表在报纸上，这公开的，所以我们就念东四就是了。我们当时的飞机票是提前3天开售的1月15号下午就售罄了。王刚为什么能买到那张飞机票，在1月16号下午买到，而上午就没票？15号也没票，15号下午没票，15号上午没票，15号中午没，16号上午没，15号下午没票，16号上午没票，中午没票，到16号下午他去吃完饭去，反而能买着。上午没拿身份证，下午拿身份证赶去买到，为什么？有人退票。谁退票？重庆3医大的校长。大家知道，重庆3医大的校长和几位教授当时正在北京开会，开会完了统一买了飞机票回重庆3医大，而且给3医大打了报告，派专车要去重庆白石一机场接机因为他们一次去了3、4个人几个教授一个校长。3医大是怎么回事？他怎么在重庆我给你们科普一下，长知识。中国解放军有4个军医大，第一军医大学在哪儿你们知道吗？第一军医大学在哪儿？在广州。第二军医大学在哪儿？在上海。第3军医大那不用说了，三医大的校长是回重庆，他们在重庆。4医大在西安解放军有4个军医大学，现在呢1医大已经改名了，2医大也改名，3医大也改名了4医大也改名了都不叫这个了，现在叫陆军军医大学3医大2医大叫海军军医大学4医大在西安那个就叫空军军医大学1医大就叫南方医学院还叫什么南部军医大学。好了这一集是毛骨悚然，所以我开始提醒你们了是18岁以下这个注意那就是一把校长，星期六大家知道买了飞机票等飞机第二天起飞，星期六头一天，校长和教授们没事于是便在那北京西单、王府井、东单大石栏闲逛，突然冲过来一个人，就说好巧不巧，人生就这么巧，不信玄学就他妈这么不可能一把他老先生3医大的校长是有身份的人，这人不惯不惯他毛病，一把抓住了他的肩膀，直接给他胸口来了2拳。老王讲鬼故事不是，这不是鬼故事，全是真事，今天讲了，叫好你个老小子，你他妈到北京来了都不告诉我一声，不到那儿看我。校长这一看，什么人这么不客气
一看得也是一个老同学，多年不见，也是个有身份证的人，level 也不比他低。这个人也不在北京，是在哪儿？在河北，就在附近，也是到北京出差，离北京很近啊，当天打来回没问题。人家在北京出差，也是在那儿买点纪念品，就看见老同学啊。那个年代大家知道，重庆和北京还离挺远，两个人在学校的时候、高校的时候感情就特别好，见一起不行，必须跟我回我们家，老婆孩子都想见你。哎呀，我机票都买了，老同学退票。哎，教授们的情商多高啊！妈，老领导来了，哎，就开始起哄，老校长退票吧，改个签啊！这个老同学嘛，啊，聚一聚啊，回家跟他一块儿喝2顿去。哎，就这样，重庆3医大的校长和他的老同学急匆匆赶到民航售票处退票，真的把那张票退了。校长刚刚跨出售票大厅退了票，王刚拿了身份证和介绍信回来就闯进去了，就买了这张票。鬼使神差设计的就这么精妙。咱们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，单说呢3医大办公室接到北京来电啊，那个时候没有电话，那个时候都是拍电报。派好车子，1月18日去重庆机场接领导。司机等了9个小时，等来飞机爆炸的一声巨响，赶紧跑回学校。那时候没有手机呀，学校开车生死之速冲回3医大，冲进校领导其他领导的家里，赶紧汇报大事不好，飞机掉下来了，校长教授们一个都没回来。我操，完了！3医大立刻进入悲痛中。我操，校长的夫人也是教授啊，校长的夫人也是3医大教授，嘎一声就背过去了。于是又把夫人推到急救室抢救。说那老校长呢？老校长在同学家喝大酒，喝醉了，不知道。第2天、第3天，哎，他这事儿才酒醒，回到北京城，看见有卖报纸的，一大堆人围着报摊儿。他进去也瞟一瞟，我操！西南航空一架客机失事，机上108人全部遇难。第2天他看见了，禁不住一惊，赶紧买下报纸看。这一看，心里边是翻江倒海啊！这是悲是喜呀？是惊还是感慨啊？说不清道不明，唯独我告诉你，这个校长的老同学，那真是上辈子修来的旧情啊！那比汉钟离还猛啊！于是呢，站在街边，脑海一片空白，过了良久才回过神来。我还活着，我得赶紧通知。他赶紧跑到邮电局，那儿离北京电报代的大楼很近，赶紧拍加急电报到学校。第2天。学校正在一片腥风血雨中啊，凄风惨雨中。我操！传达室接到校长活人打来电报，我没死，我没上飞机。校长传达室拿到电报，在楼里满喊：“校长还没死，校长没有死！”拿着电报飞也似的奔向校医院，校长夫人还在那儿躺着抢救呢，身上插着管子。校长没有死，你看电报。夫人一看，没有，不要骗我吧！一看，瞟了一眼电报，一个鲤鱼打挺，夫人就起来了，一把扯下针管，咔咔咔，在太阳底下对着仔细看那个电报，我操，越看越欢喜，跑回家了，跑回家了，啥事儿没有了。我说的全是真事啊，3医大当时校长的事儿。那就是写这篇文章回忆的这些老李啊，工厂的老李工程师是幸运的，校长是幸运的，还有一个人比所有的人都幸运，这个人是谁？